嗨，大家好，我们是蓝翔水族。今天这一节的主题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流量对于我们水族饲养爱好者的重要性是什么。那我们今天呢，也会推荐一个我觉得非常棒的一个流量的监测设备给大家。流量呢是什么？流量就是我们水流出去的量哦，非常简单。那通常我们大家想到流量，第一个会想到是我们的主马达循环，或者是我们的圆筒过滤的循环。那流量越大，就代表说，今天这个水呢，可以通过这个过滤器的这个速度会越快。那还有它可以通过这个我们生物过滤、消化菌能够处理的水可以越多，这就是我们主循环的流量。那循环量呢，其实也不是说越大越好。其实以我们这个珊瑚混养缸为例好了，如果今天我们的循环量太大的时候，变成说，有些我喂一些鱼啊，或者我们喂珊瑚的一些饵料，马上就被这个过滤器给滤掉了。或者是甚至我没有喂的时候，今天这个水如果真的太干净的时候，其实反而对珊瑚也是不是那么好。那就看你饲养的生物，然后看你饲养的这个鱼缸的种类，然后可以选择适合你的流量。那以我们而言呢，很多人问说，那我们珊瑚混养缸大概要选择多少的水量比较适合？那一般我们是这样，我们每小时，我自己的经验是，1小时循环6到15次左右的这个水循环量，其实就足够了。那6到15呢，就是这样，假设100公升的水体。就是600公升一直到1500公升每小时的这个处理水量，其实就够了。如果你今天水流循环太少的时候，变成说你的过滤效果就不好，那过滤效果不好就导致你水质变得比较差。简单来说就是这样。那我们马达上面不是就有标示吗？为什么还需要特别监控啊？这个就是有一点是大家可能会需要知道的。第一点呢，就是马达呢很多都是虚标的。什么叫虚标？就是它明明流量最大可能就只有5000，它上面就给你写8000然后让你觉得好像这个马达很强，所以你就会想去买这个马达。第二点就是我们马达有时候会经过配管，那配管呢就一定会有这个压力的水头损失，就是它会根据管路的不同，然后它会有一些水压的损失，所以它的出来的流量会变小。然后再就是因为马达有不同的扬程，在每一个不同的高度呢，它的出水量也是不同的，所以你很难去真的很了解说你的马达出水量是多少，除非你真的有个设备去量测，或者是你拿一个杯子有比较简单的方式，你拿个杯子，然后在那个出水的地方呢，就是接着，然后你就等个10秒，然后你就看一下水量多少，然后再去换算说每小时多少流量，这样也是可以。我们这样子没有办法，就是时时刻刻就知道说它的变化这样子。对，就是你在每一次的调整上面来说，你可能都要再去做一些这个事情，就相对来说比较没有那么方便。好，除了主循环马达以外呢，还有很多的设备其实跟水流的循环量是会有密切相关的。就像第一个紫外线灯，相信很多有在养鱼的朋友都有过紫外线灯。紫外线灯顾名思义就是它是拿来杀菌用的。那紫外线灯的构造就是它这个水会经过这个有紫外线灯发出来的地方，然后经过以后，那光线呢就可以对这个水去照射紫外线，把里面的细菌、把里面一些藻类孢子给杀死。但是循环量如果太快的时候，会变成说，这水里面的东西还没有经过妥善的杀菌，就已经流掉了所以杀菌效果不好。那如果今天循环量太慢的时候呢，虽然是都杀菌杀得很干净没有错，但是它每小时能够处理的量又太少了，所以我们会需要抓到一个适合的量。那这个适合的量呢，通常每一个杀菌灯它上面都有标示适合的水量是多少，所以我们就按照这个水量去设定我们需要的流量，这样就可以。接下来就是一些过滤桶的部分，像是活性炭滚筒、沸石桶或者是藻桶这种类型的产品。那他们呢也是会需要做一个妥善的流量的设定的。那就像藻桶一样，如果你今天藻桶的流量很快，那它每小时能够处理的水量变多，你的水就可以越来越干净。那如果今天水已经太干净了，你可能就要调低一点的流量。冷水机也是一样，你每小时能够经过的这个水量，每一台冷水机都会有一个原厂标示建议。那我们都是尽量可以参照它的这个建议流量去使用，这样比较好。那副缸的部分也是一样。那副缸的水流量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很多人大部分我们在用副缸都是用主马达做一个分流到副缸的这个动作。那如果今天副缸的水循环量太少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明明我的展示缸、我的主缸，它的藻类的状况就很不错，就没什么藻类，但是为什么副缸一直长藻？那有可能就是你副缸流量不够。那所以这个副缸流量呢，也是蛮重要的，不是说因为它鱼缸小，它因为只有养一些断枝或者只有繁殖一些珊瑚用，那我就不管它的流量。其实这个也是大家会比较误会的一个部分。这样，那跟大家说明了这么多，相信大家应该已经知道流量对所有的设备或者对你养殖上面可以有的帮助。那虽然说这流量并不一定是你一定要知道是多少，但是如果你知道的话，我觉得也可以更好。那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来介绍一款目前市场上独一无二的产品，那就是这一款流量计。Zoox 他们最新出的流量计叫做 Floatia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一款流浪机有什么特点吧。在我手上呢，这台就是 Floating。Floating 这台外观大家可以看到是一个黑色外观，看起来是蛮有科技感的哦。那它有一些相关细节，我也跟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个是它有做这个油令接头，所以当你今天要做配管的时候，因为像它这个是用硬水管配管的，如果你是接1寸管，那就直接配管拧进去就行了。那它也有附一个转接头给你，如果你要接6分管，就套着这个转接头就可以配进去了。那它做这个油令接头呢，就是当你如果你今天想要清洁这个设备，或者是当今天有任何需要处理的时候，你是可以把这一台这个 Floating 拆下来。它的供电接头是这种 USB 的接头，那 USB 的接头就非常的方便使用。那原厂也有附一个 USB 的投源仪，你只需要插上去用就可以，非常简单。那很多人现在的延长线上面也都有这个 USB 的头，你也可以直接插上去直接用，其实相当方便。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实际安装的范例，还有它到底可以监测哪些东西吧，一起来看看吧。好，那现在在我这边就是这一台 Floating 流量计。那这个流量计呢，我们是安装在我们店里面的一个硬骨的贩售缸。那因为我们的主马达只有1颗，那我们做分流到2个不同的缸子去，所以我们其中一个串流的一条支线，我们就装了 Floating。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Floating 的外观它就是我们是用这种硬配管的方式配起来的。那这有个很有趣的地方是，因为我们现在是配横的嘛，所以是当然没有问题。但如果有时候我们在做直的配管，或者是我们在做一些比较不同方向性的配管的时候，它是可以按住这个电源键，然后呢，它可以把方向调整成适合你的方向，所以它一共有4个方向可以调整，有东南西北、上下左右看你要怎么讲都可以。好，那我先调一下给大家看，有没有？它可以有切换不同4个位置。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主画面的地方。主画面呢，它第一个这边有显示流量，每小时跑几公升，像现在是这个1000多。那下面的部分是温度。那我们进入主画面给大家看一下，按电源键以后就会进入主画面，它有流量设置、温度设置、温度校正，繁体中文的哦，非常贴心。我们有特别请原厂帮我们修成繁体中文的，不然这个在美国或者在日本就是都是英文的或者是日文的。那我们首先看一下流量设置，流量设置的功能是什么呢？主要就是我们可以设定一个流量的区间，最小流量跟最大流量。如果你今天的流量不是在我们设定的范围内，那它这个主要的界面呢，它就会显示一个红字。那再来就是你也可以设定说，到底这个蜂鸣器要不要让它响？那如果说流量超过的话，或者是低于的话，那蜂鸣器就会叫。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温度设置，温度设置也是一样，像我们现在设定的这个最小最大值，那我们蜂鸣器有打开的状况下，只要你的温度范围是在你设定的范围内，就不会有问题。那如果是超过范围呢，一样蜂鸣器也会叫，提醒你说，你刚出问题了，要赶快来检查看看。所以这台流量计啊，其实不只是有这个监测流量的功能，监测温度的功能，它还具备了一个提醒的功能。它就可以帮助你，除了我可以看流量、看温度以外，我们还多了一套保护的机制就告诉你说这个真的出问题了，你可能需要检查一下。好，接下来还有一个温度的校正功能，你可以拿一支你的信任的温度计，先测量你鱼缸目前的水温，然后呢，我们再对它进行校正，这样子你的温度的这个标准就会是一致的，这样就比较不会有这种误差的问题发生。我觉得这种产品呢，其实不一定是每个人都必须要有的，但是呢，有了它，你就可以知道更多的数据，你可以知道你的流量，你可以知道你的温度。那有这些资讯以后，就可以帮助你，在调整上面可以更精确、更数据化一些。除了以上的这些监测的功能、提醒功能以外，再就是你看这个外观，是不是非常有科技感呢？看起来超帅的。那就如果对这个 Floating 还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有任何想要看看的，都可以来我们店里面直接看我们实际现场的展示。这东西呢，其实我们在这个 RAP 的展会，就是美国的 Riverpalooza 展会，我们去第2次在纽约的时候就已经有展出了，而且在现场卖了蛮多掉的。那这个在美国是相当欢迎的产品，所以我是觉得这东西呢，我们也试着在台湾推广看看，那看看这个需求怎么样。那如果说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在下面连结看看它的相关资讯。就这样，希望我们影片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好，那我们就这样，下期见，拜拜。